面呢，谁都想泡的。谁呀？谢总，不是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。不是，谢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的关系其实不用解释，你们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。他们真没关系，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分手了？对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对什么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俩分不了手。不是，谢总，我们真的已经分手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拿我东西的。还有这钥匙还给你啊！巴不得离开你呢。那个，我现在钥匙还给你了，以后不会再来了。以后不会再来？那你去哪儿啊？他要去结婚。结婚？跟谁结婚？跟方家。别闹了啊！戏演差不多行了。对。对个屁！跟方家想都别想，我砍手砍脚埋了他。戴古顺，你别太七零八事了。你凭什么不让他结婚呢？还砍手砍脚埋了他？你以为你谁啊？周不然，你结你的婚，我看他能把你怎么样？哎，谁欺凌怕事？你了解我们什么关系吗？不用知道你什么关系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就行了。哎，什么叫知道？不，你以为你以为我谁啊？这什么情况啊？你跟着我干嘛？谢总，刚才真是谢谢您啊。用不着谢我，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。我刚才只是看不惯而已。不是谢总，其实我认识您之后，真的改变挺多的。你给了我很多启发。我觉得做女人就应该像您这样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梦想。我以后都不会靠别人生活了。您就是我学习努力的目标。向我学习就算了，不过，女人确实应该自立。希望你这次结婚是慎重考虑过的，不是一时冲动。谢总，您慢走了。快吓死我了！你居然告诉我爸我要结婚，你疯了？感谢我吧，这叫将计就计。看不出来嘛，你这小脑袋还挺好使的嘛。好刚用到刀刃上，你懂不懂？这回我突然觉得，好像没有骗我爸来，因为告诉我爸我要结婚了。我真服了你了，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阿 Q 啊？自娱自乐吧。哎呀，多多，给奶奶留着，给奶奶留着。味道怎么样？还凑合吧？比外卖强点儿。小诺，再给我盛碗饭。哎呀，饭吃7分饱就行了。哎呀，给我加。哎，加，少加点儿。今天谁都别挡着我啊！我这多少很久没有吃到这么霸道的红烧肉了。全给奶奶啊！哎，我还可以说啊，我今后啊，天天吃这个红烧肉。这个胃上一点，别吃，减肥。这个要不是老婆管得紧，我也要再来碗饭哈。哎，小闹，我建议啊，以后这个红烧肉做双份啊，奶奶自己1份，我们大家吃1份啊。开什么玩笑啊！说好了1周1次的，我没权利剥夺你们做饭的事情吗？别起哄啊，否则继续吧。好了，根据我品尝的经验，再加上刚才大家的议论，我觉得啊，谢小诺同学这次做的饭超出了大家的水平，这就更证明什么呢？更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，他不是个能力问题，他只是个态度问题。谢小诺同学，我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戒骄戒躁，多多传授自己的独门技艺，让大家分享成功。哎，喂，妈，怎么了？我爸又犯病了，严重吗？很严重，那赶紧去医院呀，千万别耽误。要来省城检查。好，那你们争取明天就来，我这就一个你安排住的地方。啊，对了，
路上让我爸小心点。好。怎么了，国庆？你爸妈他们要来啊？我爸的腰椎间盘突出又犯了，这次挺厉害的，走路不能方便。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！你们都不知道啊，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，哎呦，有时候会疼死人呢。那他们还来，这一路上一折腾，不是更严重了？在县医院治了几天，稍好一点，但医生建议他们来省城检查。你们不用担心，我这就去给他们安排住的地方。哎，你等等，国庆，你准备给他安排哪儿去啊？就是学校的招待所，他们以前来都住那儿，熟门熟院的，挺方便的。哎呀，以前是以前，跟现在情况不一样。你呀，把你爸爸接到家里来住。不妈，这不好吧？那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哦，这个父亲来看病，住到儿子家不行，那你说让你这个娘家妈，我这脸上怎么搁呀？那才不行呢。再说了，这个招待所呀，没法住，那里头除了糊了一层墙外，里头全都是。不说那味儿，哎呀！再说了，那台阶儿，这么高吧？上上下下年轻人都得喘。你说你爸爸啊，椎间盘突出多疼啊！上上下下再出点事儿，那将来让我怎么面对他呀？妈，没那么严重。你别说了，来，你坐这儿，我跟你谈谈。万一国庆家的爸爸妈妈来，我就建议他直接就接过来，接到家里住。大家有没有异议？赞成。哎呦，欣雅，你这个主意倒是挺好。你说，可是那老王两口子来了，住哪个房子啊？奶奶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。这样啊，咱们就这个问题，大家再深入的来讨论一下。不用妈，就住我们那儿，不打扰大家了。哎呦，那哪成啊！小米休息得早，你每天晚上还要备课，就算你们俩能坚持，那叔叔阿姨他也休息不好啊。没事的。哎，我看还是这样吧啊，到我们那里去住，我们两个到公司去凑合几天吧啊。公司能住人吗？哎，咱有房子呀。那个房子不是又租出去了吗？让他搬出去呗。怎么又要搬出去？哎呀，行了，别争了。现在体现出单身的好处了吧？住我那儿吧，反正我一个人哪儿对付都行。不用，小诺，你老加班休息不好，这让我上课都无颜面对学生了。扯哪儿去了？这跟你上课有什么关系？肯定得住我们那儿啊！大家别说了，住我们那儿。对了，我出个主意，叫他们老两口啊住我那房子啊，我呢就这几个孙女这儿挨着住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奶奶，你别跟着起哄了。好了，大家不要争了啊，不要争了。我决定了，汪伯父腰不好，上楼下楼的不方便，咱们呢到时候把这桌子拿开，在这儿搭一张床，再拉一个围帘儿。您都决定了，还让我们讨论什么呀？直接宣布不就完了吗？这么说，大家都同意了？同意。这挺好。对了妈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二姐夫的爸妈来了，咱们这个做饭的制度是不是得改一改啊？你看我第一次做饭就出现血的代价，后面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让人家老人家吃不上饭，你说咱们家这面子，妈您这面子也过不去呀，是吧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那就这样啊。国庆父母在此居住这段时间，咱们暂停这个轮流做饭，由我、小米还有国庆，我们3个人来做饭。至于何时恢复执行，咱们另行通知。妈，你真英明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小米，一会儿你带着你们3个人把这屋子收拾一下。刘毅啊，你负责把这桌子抬走。国庆，你爸爸妈妈来了以后直接接到这儿来。行，就这样吧。散会。啊，不是那个什么，接着吃吧。哎，你们说咱们这样弄是不是太简陋了呀？没事儿，他们在乡下住惯了，没这么多讲究。哎，我就觉得住宾馆不是挺好吗？方便，
还有私人空间。小孩什么也不懂，别瞎说啊！是我不懂，这都是你们已婚妇女的事儿，真麻烦。你们说，这次国庆他爸妈为什么来？不是说了吗？他爸腰间盘突出，这些都是老毛病了，这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挑这个时候来。哎呦，不会的，你想多了。什么时候啊？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他们会不会以为我再也怀不上了？哎呦，小米，你可不能这样想，怎么可能怀不上啊？其实这次没了孩子，我最怕见的就是他爸妈。国庆是家里的单传，这都30好几了，好不容易有个孩子，好好的，我却没保住啊。这是意外，又不是你的问题。说是这么说，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孩子有那么重要吗？没有了孩子，以后再要嘛。虽然退一万步讲，怀不上了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没有孩子，你的人生就不完整了；没有孩子，你的婚姻就继续不下去了。他汪国庆当初娶你的时候，看上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你会不会生孩子。孩子的事儿，他不是2个人能说了算的，他不单单是2个人能说。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总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，懂不懂？我不懂，难道结了婚，女人就必须有义务为这个男人的家人去生个孩子吗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男人的义务是什么？男人的义务就4个字儿：赚钱养家。凭什么呀？谁规定男人必须赚钱养家，女人就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了？哎，你们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放在男人的附属品的位置上呢？啊，只有靠男人才能生活，只有生了孩子才能稳固地位，都什么年代了？如果婚姻只有这样一种困局的话，那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，一辈子不生孩子。小诺，你这些都是没结过婚的人说的话。一旦你结了婚，你就会明白，这有时候婚姻真的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，只要其中有一张被推倒，不论这张是房子、车子、孩子，还是父母、金钱、兄弟姐妹，不论它重要与否，你的生活就会跟着它一块儿崩塌了。婚姻就像多米诺，牵一发动全身。你日日带骨顺吗？谁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就是觉得，还是不结婚好。你的事儿最近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？天使投资的事儿。天使投资，大粪投资，诈骗犯。你别什么事儿都往坏了想。什么别往坏了想？现在骗子到处都是。前一段时间我手机上收到信息，说我手机号码很幸运的抽到了亚洲好声音的2等奖，奖品是价值3万的助听器，你信吗？去脸去没有？还有的直接就给我发信息，妈，我又没钱了，快寄到什么什么银行。就是亚亚从我要钱，他不会叫我妈呀，铺天盖地。只是这件事我没往那想。真是有情况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也不能死，也不能自杀。哎，老毛啊，那个你那个现在你这儿还有那个，就是有没有？我有没有什么呢？就是那个钱。我这哪有钱了？我这还有钱，那我这就剩酒了。要不你把酒拿着银行看看他们要不要，他要你就这。但是我这酒也不值120万，是不是？我给你讲讲。你看，玛莎拉蒂，他肯定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。我跟他借120万，120万在他那儿不算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他一直可看得起你了。他是一直拿你当我跟你说艺术家啊，魔术师、玩具师，各种师，你在他心目中，我跟你说绝对是这个，有的看见。只有这一招了。
还可以说，要没别的招啊。给我拿杯酒，我想想。行，你好好想想吧，要不没办法。豁不出去，算了吧，就这命了。喂，啊，对，是我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天使投资啊？啊，怎么着？啊你挺有钱啊？啊，行，去哪儿？啊，这样，啊，你把你的地址发到我这个手机上来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等着啊，你等着啊。谁电话？大使投资。我告诉你啊，诈骗电话，报警，好不好？我们绝不是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，对吧？是，必须得管。啊，喂，110吗？喂，喂，你们到了吗？我已经到了，那你们进来吧。别动啊，小心受伤。你这骗子挺不幸的，因为你碰见神探了。挺舍得花血本啊！找这么一高端场所的行骗，怎么想的？再见。别走，别走，再给拿2万。哎，那怎么是你啊？是我，怎么了？老赖，你们认识啊？我懂了，因为上次我打了你一拳，所以你才想骗我，对不对？骗你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谈合作。合作？是啊，那天我喝多了，情绪不是太好，正是你的一拳把我打醒。因为通过这一拳，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。还有，你送给晨晨的礼物我也看了，我非常感兴趣。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所以今天请你来，想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。看来是误会了。哎，你赶紧再打一次110，解释一下，真是误会了。哦，是这样。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幸亏我反应快，要不然这误会就大了。我跟你讲怎么回事，就是那天我跟谢无敌去那个创业市场嘛，谁？就谢无敌。哎呀，就那个无敌谢小东。我们去创业市场捡一小孩儿，然后把那孩子送过去了，送到他父亲那儿。结果我跟他父亲还有一些摩擦，我看不惯他对孩子的态度。后来你知道他父亲是干嘛的吗？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，他看上了我送给他孩子的那个复古玩具，非常喜欢，就要找我，这不就几经周折就找我，就因为这个，听明白没？啊！然后他现在是希望我能跟他合作，一起来投资做复古玩具的事业，听懂没有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希望我可以考虑一下，可以出一个简单的策划案，如果我个人有意向。而这个策划案被他们智囊团所接受的话，他就投资给我做公司。初期他占大股，我以技术形式入小股，等慢慢的公司做大以后，他再逐步的把一些股权转让给我。听懂没有？哎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真挺好的。那当然，不但你自己的事业能做起来，而且还能把欠银行的钱提前还上。是啊，这么看。是好事儿，那绝对是好事儿。
不行。什么不行啊？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就不行？我全都听见了。你别忘了，你跟我们公司是有合约在的。是有合约啊，这应该没问题吧？再说签合同之前我就说清楚了，我拥有我自己原创设计的主权。我那挂了那个飞地那创作室，那不就是我的表明态度吗？你们应该无权干涉。对不起，戴先生，有一点您好像没有搞清楚。是你作为原创设计师这个身份是独立的，但是同时你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在履行合约期间，请你恪守本分。恪守本分？我怎么听着这个特别像旧社会批判妇女的词儿？我是在恪守啊，这该帮的忙我不都帮吗？哎呀，好了，谢总座，人家谢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那边不是八字还没一撇吗？着什么急呀？那需要从长计议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把公司该办的事情都办好，人家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我看是把工作之外的情绪带到工作上来了。说白了，我就是希望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跟投资公司合作搞事业，凭你的脑子，我告诉你会玩得团团转，最后只能低着头跟着市场走，跟你现在做的有什么区别吗？没区别。所以我劝你，老老实实的，别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。什么叫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？哪个是碗，哪个是锅呀？我脑子怎么了？就算你们是碗，那现在这个碗我不要了，行吗？反正你们也看不上我的设计，就这个周边设计，你们满意过吗？哪个满意？哪点满意？我改了，你们满意吗？不是什么地方不满意，是哪儿都不满意，对吧？行，你现在不满意，我还改，我改到你们满意为止。完成这份工作我就走人，我就辞职，我不干了，行吗？戴古顺，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！我告诉你，谢小诺，我就是一盘菜，而且是一盘大菜，我就是要干自己的事儿。他们下周周末要投资人聚会，邀请我去参加，去见他们团队。我本来没想好是不是答应他们，但现在我觉得我要答应他们。我干嘛不答应他们？我凭什么不答应他们呢？我干嘛在这儿受气？不许答！哎呦，你看这挺好的事情，怎么好好商量嘛，大家，你看。谢小诺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在动用暴力进行管理，任何一条劳动法都不会允许你这样。你说你30几岁了，怎么弄得像更年期似的？你不觉得自己很神经质吗？戴古顺，我现在警告你，我们是一家大公司，任何事情都按流程办事儿。你想辞职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，先履行完你1年的合约再说。你是我们公司白纸黑字签的员工，请你尊重你的身份，也请别给我还有哈女士带来不必要的困扰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刚才说那话，希望不要给他和哈乐女士带来没必要的困扰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没必要的困扰是指什么？他想告我吗？我卖给他们了吗？他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干嘛要这样突然发脾气？你问我呀？神经病！今天咱们全家都到齐了，欢迎亲家来咱们家里，特别高兴，来，大家一块儿来，欢迎，这么丰富，谢谢你们了。哎呦，太客气，太客气。多吃菜啊，来吃菜。尝，你动手尝尝。以后啊，让小米多给你做点好吃的。爸，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排队挂号，完了让小米带你去看病。我送吧，我有车，明天我送伯父去医院。不用您那么忙，不行，公共汽车去就行了嘛，是吧？那怎么行啊？您腰疼，行动不便，我去送。要我说呀，你们这个私企啊，上有老板，下有员工，这么多眼睛盯着哈，还是我这个体户方便，我送您老去啊。谢谢，这就不麻烦大家，那吃饭吧。哎呦，国庆没纸巾了，再拿一盒。哦，把这拿走。来，切点这个，切点这个啊，切点这个啊，谢谢。来这啊。
啊，这个菜挺好的，新鲜的还啊。要我说呀，这咱们一家人呐，就属三能干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家自己打拼，一天到晚起早贪黑的，多不容易呀！赚不少钱吧？买房了吗？没赚什么钱，买什么房啊？那可不行，一个女孩子家没依没靠的，那哪行啊？这就跟咱在农村啊，当农民的没块地，这不一个道理吗？不踏实。妈，那个小诺还没成家呢，不着急买房。吃菜啊？吃菜，对。哎，越治越要快呀！啊，我看新闻了，说你们城里这房子啊涨得老快了。你看，在这北京、上海，这普通百姓人家哪能买得起房啊？三儿啊，你30了吧？啊，听伯母一句话，这事儿得快，要不结个婚，要不买套房，有一样啊，这心里就踏实。别到后来这2样都没捞着，这辈子不就瞎白活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阿姨说的对，特别对。对，那个阿姨，您吃豆腐清口。对，尝我们这儿的啊。哎，所以我说呀，这房子要赶紧买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不能靠你妈一辈子吧？哎呦，妈，我跟小米还没买房呢，你这不是笑话我呢吗？你跟他们不一样啊，你那套房子。要不着小米当时怀孕，想在亲家母这儿住，有个照应，那不就早买了吗？再说咱家那套大房子，那可是你的呀！哎呦，你姐有她婆家，咱管不着。亲家母，您这话可就不在理儿了。现在闺女和儿子不都一样吗？你看国庆、刘毅，我不这都跟当亲儿子似的吗？你看。刘毅在外边有房，可是还不是跟大家一块住？是，就是嘛，他没见过世面，不行，那观念都跟不上吧？来，咱们吃，咱们喝，咱们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合作。老板，哎，那边有一客人调戏我。自作多情，谁调戏你？真的调戏！赶过来，快去，快！还调戏你，有调戏的。哎，老毛啊，那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说你的员工，你要就是很看不上，你该怎么做？那能怎么做？那就开了呗，就炒鱿鱼，对吧？对呀。那你会不会动手打他？那去，那不能打人呢。再说你打自己的员工，那得犯劳动法呀。说的就是，我告诉你，可是谢小诺呢，他打我，他打你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就我刚才跟你说投资人那事儿，他听说以后大发雷霆，居然用夹子砸我，太狠了吧他！你说这个事儿，就算不是他介绍的，不是他推荐的，那也不至于这么极度反对呀。啊，他什么心理啊？啊？最近你知道我对他怎么样啊？我教他做好吃的，是吧？我勤勤恳恳地帮他做周边，就是看我不顺眼。你说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东西不行，你要不喜欢我，你完全可以开了我。就是开了就完了。你干嘛要用我呢？听说我要走，干嘛要大发脾气啊？啊？至于我单干，我会不会吃亏？我会不会被别人受骗？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神经病！这你可能就不懂。我跟你说，你上司要是这样的话，只有2种。哪2种？这第一种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上司是个施虐者，这种人呢，就控制欲极强，知道吗？他就喜欢啊，看着你完了就股掌之上啊，被压迫、被摧残、被蹂躏、被践踏、被凌辱。行，说另外一种。那就是喜欢上你。我宁愿是第一种。好，你说第一种就第一种，行吧？
再帮我分析一下，就现在，我刚才跟你说那事儿，就这周末投资人聚会的事儿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这事儿你得跟哈乐商量，你跟我说没用啊。哈乐劝我去，说这是机会，让我先去看看，参加那个投资人聚会，先探探那边整体团队的口风。那你还应该去，哈乐说的对，那你们去了，谢小诺怎么着？先不管他了，反正我先把这次活动做完再说。也行。小诺，进来。小诺，姐，今天不好意思啊。怎么了？国庆他妈妈说的那些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我都没当回事儿。你知道，姐也有难处。我知道。知道就好。那我先出去了。还有事儿吗？有个事儿，我想问你。你说。你到底想不想结婚？你知道的，姐从来不想过问你这个问题。我知道那是你的自由。今天国庆妈妈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，你自己清楚吗？你要是抱定单身主义，那么好，那总该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吧。你要是想结婚，那什么样的男人才真正适合你？好好想一想。我走啦。姐，我只想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。那么什么才是你想过的生活呢？好好想想。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呀？谢小诺，以往病史，经期紊乱症、狂躁症、婚姻恐惧症、更年期综合症。什么病？不知道。哪儿不舒服啊？不知道，就是心里空得慌，不知道想要什么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就是浑身难受。多长时间了？30多年了。多大了你？68。老伴儿呢？没结婚。闺女儿子呢？没生过。公费还是自费？外企。自费。医保卡拿过来。这卡里只有1块钱了。有存款吗？月光。有股票吗？不炒股。有期货吗？不买期货。有房产吗？跟妈住。
哭什么呀？谁说我一无所有了？我还年轻着呢。我刚开始，我才刚开始。国庆啊，半夜就到医院排队去了，也不知啥时候能回来。哎，早不了，现在哪家医院看病不这样啊？哎呀，这排队熬夜的是很折磨人的。咱们国庆啊，肯定累得够呛。你说，他们家也算是大户了，在医院里就不认识个人，害得咱国庆遭这份罪。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你生怕人家听不见是吧？是啊，人家这么一大家子人在城市这么多年，哪能连个大夫都不认识啊？可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人情有多重啊？人家能不求人就不求了，咱毕竟是外人嘛。这咱们咋能算外人呢？怎么不是外人呢？咱俩是外人，可咱儿子是他们家自己的人呢。啊，不看咱俩的面，也应该看咱儿子的面，不是？那国庆要是遭罪，他们家能落下啥好啊？行，你还是小点声。我跟你讲啊，毕竟啊，人家对咱们不错啊，又管吃又管住，你还想怎么着你？住客厅呢，还好。哎，不就这么几天，我们就不能忍忍？你可倒好，可昨天说了些什么呀？反复跟你讲，不要说那个买房子的事儿，你非要跟他提，弄了国庆不高兴了吧？那我说的是三儿，我也没说他们呢。再说我让三儿买房子也是为小米好啊。这什么乱七八糟？什么意思啊？要说你们男人没个眼力劲儿吧？你来谢家也几次了吧？没看出个道道来？啥道道？他家三姐妹，亲家母呢，喜欢小怒，哎，老太君呢，又喜欢小多，咱家小米呢，你说谁喜欢？这俩老的吧，是终究要走的，这么大房子，怎么分呢？啊，依我看呐，那三儿啊，是打定主意要单身了，这也没个产业，哎，以后啊，这孤苦伶仃的，你说不是顶可怜吗？这俩老的就没得偏心点儿，把房子不都给了他吗？哎，就算不都给他，人小多家还有个刘谢多多呢，这老太君又疼，那到时候还不多分给他点儿？到后来这倒霉的不还是咱小米吗？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儿，你外来老太婆少管好不好？这怎么是家务事呢？他怎么不是家务事？你这那小米不是你儿媳妇儿，啊？我这都是为她考虑的。大礼拜天的不多睡会儿干嘛呢？妈，起早了，出去透会儿气。在家里不透啊，非得跑外头去透。我想骑会儿车运动运动。哎呀，三儿出去啊？哎呀，亲家母，这是忙啥呢？嗨，这不是国庆给他爸去挂号了吗？我给他做点好吃的。我帮你来。不用，我自己帮你。这个嚼舌头啊！小诺，车多人多，慢点骑啊！哎。一个大男人带个围裙像什么样的？来，没事。来，快给我吧。快别干了，这刀上的活也是你干的。哎呦，
妈，你还别说，这切个肉、收拾个鱼什么的，这儿还没人比我强。知道你会干活，那也不能啥活都干呢啊！女人的活你也抢着干，去。妈，这是什么说道啊？你这是。田母，国庆还真是个好孩子，我这厨房里的活啊没少帮我忙。哎，国庆啊，小心点别削着手啊！哎，放心吧。哎呦，怎么了，田母？哎呀，快，国庆，创可贴，快拿创可贴。没事，快擦，在家干活啊，刮个口子，弄个皮什么的，没事啊，常事儿，跟我一样。是，你说干这家务活哪有不伤着的？你说咱们女的啊，这么细心，这么细这个手巧的，还免不了磕磕碰碰的。你说男人干这活能让人放心吗？你说的太在理了。哎呦，我们当年老谢在的时候，根本连个葱皮儿他都不会剥啊，我也不让他干。你说越干越添乱。他呀，男人就得干自己干的活。这话说的对啊！你看我们国庆啊，这做学问呢在行，干别的就差了点儿。其实吧，我也没让他干啥。他呀，是因为你来了，想表现表现。是。哎，国庆啊，你那创可贴怎么的了？我爆出血痕的时候终于到了！来起来，自觉点，自己取，不要客气哦，看着我就好开心。自觉点，哦，你的。一定来！哎呀，我还有2个同学呢。说什么呀？我上学都随了8分了，我这么多年学了多少次了？我这又赚回来。这么多年攒的还不到30万块钱，我都花哪儿去了？丫丫 ，Queen 去不去？你要是请得动 Queen， 我们大家呀2份。真的假的？但你要是请不动呢，我们大家就不去。行，这创可贴双份，我一会儿就去请他。然后我就买个头盔，然后再什么？都说这针灸很厉害，可到底怎样，我心里还是没底。这大夫啊，是我学生的一亲戚，应该差不了，至少也没坏处。哎，妈问你。在你媳妇儿他们家，是不是把你当劳力了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别不承认，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？是，家务活呢，我这干一点，但是谁干不是干啊？谁不干都得干嘛。我也爱干活。这男人呐是应该干活，可也得分干什么活啊？不是什么活都干的。你这个样子，我非常生气。好了，妈。我这家务活以后不干了，行了吧？说话算数。对。哎，你说他们家那么多闺女，那哪个伸手不是应该应分的啊？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好欺负、好使唤，不能惯着毛病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以后绝不会给你丢脸，行了吗？哼，咱们汪家的男人呐，到哪儿都得活得有面儿，知道吗？去了啊。Come in。谢总，这是周一去参加周边博览的 rundown。
这么快？就是这周末，希望您能赏光参加。这周末就是后天啊。可是第2天我们有博览会的活动，不会影响工作吧？不会不会，向您学习，一定不会。行，我会去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，千万别告诉戴谷顺啊！我知道。喂，哈总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老头子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还行，就是左劲小了点，没过瘾。妈，这拔火罐的效果未必好，而且容易伤着皮肤，咱以后就改烤电的吧。是啊，都拔死了。这中药熬好了，等凉一凉，让爸喝了。好。国庆，你去哪儿啊？头有点晕，想去院子里坐会儿。妈，你给我爸拔这火罐管用吗？放心吧，我这是老手艺了。赶紧去菜场买菜吧，天不早了，去晚了就都是别人挑剩下的了。啊，你不去买就完了吗？再说你们女同志也擅长砍价。这平时买菜不都是你砍的价吗？这买菜啊，本来就是女同志的事儿，啊，不光是买菜，还有买肉、买鱼、买鸡、买鸭，回来炖肉、炖鱼、炖鸡、炖鸭，这都是女同志的事儿。还有这个，就像这墙上的蜘蛛网，地上的废纸屑，还有桌上的油腻，窗户上的泥点子，还有厨房里等待洗刷的锅碗瓢盆，院子里需要处理的乱石碎瓦，这都是需要你们女同志随时就看到眼里，马上就把它清理干净。我说，你是不是新开了什么公选课呀？让你买菜去你就买菜去啊，哪那么多话呀？我没说什么，不都你在说？哎，我说话不管用是不是？说1句顶10句啊！赶紧去啊！像个丈夫样。那是。哎，对了，小米啊，记得买笨鸡蛋啊，就那种颜色比红皮鸡蛋浅，又比那白皮鸡蛋颜色深，大小比那肉食鸡蛋小点，大概是1斤11个左右那种啊。哎，别让人家用那个刚下的肉食蛋把你给蒙了啊！知道了，汪大教授。这臭小子，农贸这行还样样精通你。那是熟能生巧嘛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别看我不干这些活，但是心里你得清楚这些事儿怎么干。我这点能耐还是爸妈教子有方。那是啊，我儿子啊就是心灵手巧，能文能武。行了妈，那你陪我爸待会儿，我去院子里转转。哎，好。谢总，咖啡。谢谢。博览会的清单都在这儿了。对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？如果只是为了让我看清单，你应该不会让我专门跑一趟。谢总，这次活动结束以后，老戴在你手上的任务是不是就全部完成了？对。这是3位设计师的简历，谢总，您看一看。谢总如果觉得满意的话，那这3位设计师可以直接进入公司。至于老戴那边的交接问题，我比较熟悉，我可以帮他完成。对不起，我不太明白。
是这样的，谢总，这周六呢，老戴就要跟投资公司的团队见面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我希望谢总能够批准老戴辞去周边设计师的职务，给他更多的原创设计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机会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是问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同意戴国顺辞职，就意味着他不会在你身边，你就少了一个帮手。冒昧的问一句，谢总交过几个男朋友？这跟我们聊的有什么关系吗？那您觉得，男人最不想放弃的是什么？是追求和理想。你看戴国顺这个人，40多岁了，一穷二白，吊儿郎当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没钱，没车，没老婆，现在连房子都快没有了。那您觉得，他活着，支撑他快乐的意义是什么？当然了，我知道在谢总眼睛里，他就是一个很蹩脚而又执拗的设计师。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，玩具设计师就是他的一切。我不想剥夺他的这种快乐，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。谢总，老戴现在就在办公室，您要不要跟他？如果我拒绝呢？谢总是明白人，俗话说，做事情不能做得太满，太满就没有余地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谢总也是女人，应该明白的。你的心意我了解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公司了。好的，谢总妈。其实，一无所有的不是他。哎，小敏，我来。我来吧，汪大教授，哪敢当呀？你怎么买这么多呀？我这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嘛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我爱我爸妈，我恨你爸妈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我想在我爸面前表现的是咱们家的顶梁柱，说话有权威，一言九鼎。效果不错，你给你爸妈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是，他们挺满意的。你看，我爸妈，我希望他们高兴。然后你又是我老婆，我也希望你能满意。所以我这不是来给你赔罪来了吗？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呀，演戏是吧？行，我配合你。哟，谢谢。那你也得提前把角色告诉我，我也好尽快入戏吧。哎呀，你天资聪颖啊！我一个眼神我就相信你会明白的。谢谢啊！老婆，来，你进去啊，要表现得任劳任怨的样子，任劳任怨啊！疼！哎，轻点，按按腿吧，腰实在不行，疼。哎呦，小米，瞧你这一惊一乍的，你怎么下地干活了呀？哎呀，你们可是不知道，我这比下地干活还死亡过去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
他爸妈才来几天呀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哼，等你爸妈走了，有你好日子过。可别等他爸妈走了，这大老爷脾气养成了。哎呀，还是姐夫好啊，没那么多事儿。没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呢。你看啊，我这儿什么白妹妹、蓝妹妹、黄妹妹，各种妹妹，美容卡办了好几万了，可到今天为止，那没有一个妹妹来消费过一次。姐夫那是工作需要。哼，那谁知道？就算他有贼心啊，也没那贼胆。他要真有什么，早就瞒着你了。所以我说呀，都睁只眼闭只眼算了。反正每个月按时给咱上供，1分钱不少。别的事儿呢，也别做得出的什么大格。你别管我，我也别管你，双方闹得个轻松愉快，挺好的嘛。那两个人在一起干什么呀？感情都没了，还不如不结婚算了。谁说没感情了？感情好着呢。我们毕竟还有爱情的结晶，流泻多多呢。爱玩是一回事儿，感情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你嫁给他，同时也得接受他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在婚姻中，谁也别妄想改变另一个人，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天方夜谭。是啊，其实想明白了，婚姻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包容多一点，要求少一点，一辈子也就那么过去了。可有时候就是想不明白嘛，啊？那你们说，我要是今天这肚子里还怀着他们汪家的孩子，他们敢这么使唤我？哎呦，你看你说着说着就提到这个上来了，一码是一码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其实我挺羡慕小诺的。唉，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。那你们俩离了吧？去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最重要的一家，提出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，就是而仁爱的3个部分就是亲亲之爱、恻隐。那么，儒家为什么还要强调正义与自强呢？而仁爱、正义与自强，为什么又会成为核心价值观呢？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下课。汪老师，宁馨，什么事？我是来交论文的。论文呢？啊，论文在这儿。哎。忙完了吗？
刚打完电话，快进来。哎，一会儿下班了，一起吃个饭呗。今天不行，陈总刚刚给我打电话，邀请我周末去参加他们投资人聚会，我必须把我这些设计都完善了。你们不是总说我这些设计不接地气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要完善的，就是要既接地气，又要有我自己的想法。来啊，你坐一下。我给你演示一下啊，你看我完善在哪啊？这一招。喂，戴武胜，是谢总吗？对，是我。你打错了吧？怎么，我不能给你打电话吗？当然可以，有什么指示？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说你想离职吗？我想了一下，你完成你目前手头的工作以后，可以选择离开。喂，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？啊，听见了。我在想，你这算是炒我鱿鱼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说，你可以选择离开。明白了。哎，其实你人不错。行了，我说完了。哎，等等。其实我还想说，在电话里面，你要比生活当中温柔多了。挺不容易的，你看我从小到大180、100，你要又当爹又当娘的，我会不会太过分了呀？哎，烦了，我不想结了。哎，别啊别啊！穿婚纱结婚不是你从小的梦想吗？你就这么轻易放弃了？再说了，你爸在你8岁以后才把你接过来的，那时候你已经可以大小便自理了，所以他没有180、100，你要拉扯大你。怎么办呀？放下了吧。国庆，来试试。哎呀，
这张椅子舒服吗？扔了。大姐一直说要给我，我嫌太大没要了。来，试试舒不舒服？咱家附近啊有个曲美家居，等哪天啊我再去买张大点的书桌，你以后就在家里备课啊。家里就算了，在学校比较有氛围。我可从来没有打扰过你读书备课写论文啊，我都是支持的。我知道，在学校主要是方便跟师生交流嘛。这有些学生啊，他整天跑前跑后的，心思未必都在学习上。哎，对了，最近那个宁星天天缠着你，怎么回事啊？没怎么样。为了学习天天缠着老师的，这样的学生学习能力未必也太差了。我看那个宁星倒不像是这么差的，他很机灵的。啊，他偶尔会给我倒个茶补饭。这生活上的事儿容易招来闲话，你还是保持点距离啊。哦，宁鑫是我的研究生，我怎么保持距离？你想多了，啊？我想多了，我倒是不。你们两个多晚了？你看这几点了？知道了妈，你也早点歇着吧。你说妈这么晚了不睡，楼上楼下的瞎溜达，跟锦衣卫似的。你别打岔。这要是以前，我还真不在乎这些闲言闲语。我现在不是不能生了吗？我就只剩下你了。你再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呦，小米，你说什么呢？想哪儿去了？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了解？可我就是不明白了，你说你心情不好，为什么不在家跟我说呢？非要跑到学校去跟那个宁星说？我在家里不是安静不下来吗？你说这家里啊，老老小小，吵吵闹闹，我真的这是为了清静。我看你这是心里边不安静，见着那个宁星，你就安静了。